比特币当前市场处于什么阶段？接下来比特币会回到前低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双周线图表，也就是一根 K 线呢，代表是2周的时间。同时，我们再打开 RSI， 我们可以发现呢，当前的盘面呢，其实它的 RSI 已经来到很高的位置了，最高已经来到90的地方了。我们 RSI 到达90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价位大概在74000左右。那其实 RSI 它代表的什么呢？它的意思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涨跌幅当中，上涨的幅度占总体波动幅度的比例，也就是我们只要一有波动呢，就是上涨。那通常我们也会把 RSI 呢视为是行情到达阶段性顶部的一个信号。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指标，我认为我们从大的周期来看呢，它还是非常的准确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2021年当时我们所出现的顶峰呢，其实它离 RSI 的高点呢，它并不会相差太多。而且我们在整轮牛市里面呢，它来到这么高的位置RSI 大概在90左右呢，其实也就只有那么一次，也就是你看着它判断呢，你并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的。那我们当时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也只有产生过一次，也就是在最巅峰的时候。不过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时我们走双头牛嘛，所以当时它产生了2次在90以上的这种顶峰，在90左右的这样的高点。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看回去也非常的精确。那我们在2011年的顶峰呢，我们有来到90，不过当时的参考价值呢，绝对就没有像我们在13年以后这几次来得更大。所以我认为这个指标它还算是至少在大周期里面非常的适用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次，那就代表其实我们在前面的涨幅呢，其实已经是很猛了，已经很猛了当然呢，你可以回看一下我们当时在2013年的行情，我们第一波涨得太猛的时候呢，它有进行回调，而且回调的时间点呢非常的长，它非常的长，然后它大概回调，但是也不跌破50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在进行第2次的冲锋。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呢回调的幅度它也大概来到50左右了，也就是它其实回调的这个幅度呢已经差不了太多了，而且它有经过回调，它接下来的上涨呢才会变得更健康。所以我们当前，我相信我们正在等待第2个顶峰了当然呢，第2个顶峰的时候呢，我认为我们这轮牛市很有可能就会告一段落，然后我们就进入熊市。那为什么我认为一定会有第2个顶峰呢？因为我们这轮牛市其实从周期上来看呢，它绝对还没有结束。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点开我随便一支影片，然后来到下方的链接，你可以发现呢，现在 Bybit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都会一步一步教你如何领取$500的仓位空投。你可以拿这些仓位呢拿去开场，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如果你盈利了，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如果你输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那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盘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也是周期的东西。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这轮牛市呢，如果我们从大概半年前我们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轮牛市好像是提前了很多，但是我们因为经历了这半年多以来的震荡呢，其实又把我们这轮牛市的周期又拉回到我们像在上一轮2021年还有2017年的周期一样。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判别的方式比如说减半的时间点啦，还有我们最高最低点的相对位置啦。那当然我们现在要取的就是最高点的相对位置。我们在突破最高点的时候，你可以观察我们这轮牛市呢它在前高点它震荡非常久那其实我们可以去理解为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前高。如果它真正突破前高的话，我们会看到的是它很顺利的、完美的脱离这个曲线，而且脱离出一段距离。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有看到的。我们可以来回看一下我们当时在前几轮牛市的行情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2017年创出的顶峰呢，我们在2020年突破了。不过我们当时突破的时候呢，我们经历了多久
我们经历了1100天左右，大概1100天左右。那我们在更上一轮牛市，我们突破2013年高点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了大约1200天左右，它完美的突破。这里的突破的定义呢，指的是说，它把这个区间直接给突破掉，而且呢，它是头也不回的，完全的脱离这个区间的。那很显然，我们现在是没有脱离我们在6-7万左右这个区间的，所以我们上一次是1200天，1100天还有1200天你可以发现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的长度并不会差距太多，因为比特币它本来就有自身的周期。那你说在上一轮的话，我相信这个就不太准确了啦，因为我们在2011年它并不是很典型的减半牛市，所以我们就拿后面这2次举例，我相信会比较恰当。那你可以看到大概是1100天到1200天之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点呢配合我们这轮牛市的周期你可以看到我们上一次的高点在69000嘛。如果说震荡1100天的话，那我们大约会在2024年的11月左右，也就是我们要到年底，震荡到年底再突破，它是符合周期的。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震荡呢，不就显得相当的正常吗？那如果说更长一点，1200天左右，也就是如同我们在2017年当时突破的时候，那我们要到明年的2-3月，2025年的2-3月才会突破，而且这是符合周期的它并没有很奇怪，它并没有延后，所以我相信这些观点呢，可以给大家提供到很多帮忙。那我们在半年前，我们会认为这波行情好像是感觉上好像是如果我们去看很多对比图的话，会发现它好像提前了。不过现在呢，经历一段时间的震荡之后，这个提前的效果其实就消失了，它现在就是完全符合周期的。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切到我们在比较短一点的级别我们直接看4小时，当然这跨度是稍微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我们画出了这条这个上升的通道那当然它并不是一段上涨的行情，它只是调整而已。所以这个调整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什么时候下破。如果说它下破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很快可以看到很接近前低的位置你可以稍微测量一下那通常这种中继形态呢，它下破的时候是极其的关键的。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下破的时候，它有没有明确的下破？下破的时候有没有爆量？其实这是一个双重位我们第一，这是通道的边界；第二呢，这也是我们互换的换手区。你可以看到，如果这里被跌破的话，那其实这个位置相当的关键如果说我们用目标价位测量的方式，我知道这样也很基础，也很不精确但是我们大约可以看到很接近前低的这个位置，大概在49000、5万左右这里。如果这里可以被下破的话，所以我相信这里在最近这几天它有没有下破呢，会非常非常的关键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其实我们在很小级别的这种小的上涨它其实也代表不了什么因为它只是来回补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缺口而已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缺口，它把它回补了，很快就回补了，所以基本上回补的在极短时间内回补的几率呢是很高很高的我们现在就可以不断的重复看到这样的状况。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